我失败了，愧对掌门所赐筑基丹，全怪我心境不稳，怀恨黄药谷被灭之时让心魔爆发。或许这是你的结束，多磨练一番厚积薄发，不一定就是坏事。此事我也有责任，给你的太大压力。掌门千万别这样说，都怪我自己不争气，一心想报仇，才被仇恨蒙蔽双眼。好了，不争论这些，你好好休养，以防境界不稳。筑基丹不用在意。彩蝶师姐筑基成功，师父他要是知道，一定倍感欣慰。这全是掌门师兄你带领有方，否则天浩宗怎么能有今天？当初我说过，天浩宗必定有强盛的一天，如今才刚刚起步而已。彩蝶巩固修为还需几日时间，不要让人打扰他。掌门师兄，上次给我的提血精华，一滴我已经炼化，还一滴却炼制不出法器。不过我发现此物可以用来提升精细法器品阶，正好用来提升天炎剑品阶。等过几日，便将这滴提血精华融进天炎剑试试。我乃先府皇朝传令使，天浩宗掌门上前接令。在下天浩宗掌门龙轩。本次门派论道大会事关重大，不可以往借相比较。卷册注明相关事宜，你且认真阅读，好自为之。1个月后准时前往万虚山脉问天涯。这次先府皇朝传令使送来玉简，大家都看过了，有什么想法随便说说看吧。每个门派参与人数最少10人，最多30人，这对我们倒算个好消息。参与者修为限定在筑基中期及以下，难道让炼器与筑基修士同场竞技？如果筑基修士与炼器修士同场相斗，100个炼器修士也未必斗得过一个筑基修士。筑基与炼器是否同场竞技，这我倒不担心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卷册中对大会比试内容只字未提。奇怪，如果连比试内容都不提，送来这卷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此次论道大会既然由天运石碑发起，想必一定与气运有关，应该不是简单的比试拼斗，否则没必要遮遮掩掩。要是这样，那我们该如何准备呢？邓师弟，你尽量抓紧时间炼制一批中品和下品法器，务必让参加门派论道大会的30人皆有法器在手。赵岩，让弟子们尽力提升修为。我们倾巢而出，门派是否需留人看守？先府皇朝传令送来的玉简，同时也是5级傀儡道符。一旦门派受到敌人进犯，则可幻化成傀儡战将，实力相当于筑基大圆满，自然可保门派安然无恙。拜见赵右使。你所负责区域门派都通知到了吗？禀告大人，所有门派都通知到了。辛苦3位了。离门派论道大会还有1个月时间，你们且先放心修炼就是。有什么情况，我再传唤你们。清玄前辈，您来了。来之前去临近几个州城查看了一下，倒让赵右使久等了。不敢，久活我这右使之事不过暂代而已。这也未必，如今正值多事之秋，恐怕你这右使的一职担当下去了。难道我们陈国当真会与5国修真界一番大战不成？虽然5国还没完全撕破脸皮，但各种迹象表明2国交战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次门派论道大会地点选在圣道战区，便是借此与5国争夺资源。是啊，圣道战区乃是上古遗迹战场，以往陈吴2国相处和睦，圣道战区开启时机会统一协商，现在自然是先下手为强，否则错过这次开启机会，又不知道要等多少年。若5国修士赶来定州捣乱，我绝地3尺也要将他们连根拔起。此时5国恐怕也在抓紧筹备，那这次圣道战区岂不是十分危险？倒也未必，毕竟这次入口的禁制力量极大，只有筑基中期以下修士才可进入，能够突破虚界之门，进入真正的圣道战区就相当不错。正面与他国修士交手可能性不大。那就好，5国也不会舍得投入太多资源，破格送修士进入圣道战区。圣道战区的真正秘密至今无人知晓，5国想要强行送筑基后期，甚至大圆满修士进入此次圣道战区不是没可能，但花费代价绝对不菲。且不说这个，我们只需担负自己的职责，确保各门派掌门及弟子进入便可。大人放心，我定会全力保证这次大会万无一失。不知赵右使对定州和南安各门各派有何看法？哪些门派比较有潜力？就知道清玄前辈会如此问。来定州我暗中观察已久，多少还是能看出1、2。不知哪几个门派入你法眼？紫烟门、北冥府和3元剑派最可能进前3。嘿嘿，第一是谁我不如赵右使看得透彻，但却敢赌一个门派必定进前3，而且不是你所说门派。哦，难道你看好七魔门？此派体修之术确实不错，但在虚界之内恐怕没有用武之地。非也，乃是南安天浩宗。哈哈哈，清玄前辈莫不是说笑吧？这天浩宗我差点没想起来，不过是南安小派而已，
怎能的前辈你亲眼相加？可敢与我赌一赌？咱们守在入口外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寻点彩头岂不是闷死？好，既然清玄前辈有此雅兴，我赵九火当然不能扫兴。这一伙馋虫我就拿来当彩头了，不知清玄前辈可敢赌一赌？看来不让老夫出血，你是不会罢休。那我自然不能太小气，我就拿这枚7级灵草赤炎果与你一赌。好，那这次赌约我赢定了。我们不在之时，门派和弟子就交给你了。万一遇到情况，果断使用5级傀儡道符。掌门与众位师兄尽管放心前去，只要我张小山还有一口气，绝不会让门派有失。3元剑派还没到，倒是御兽宗、喜花宗已经到了。另外，定州的七魔门等数个门派也到了。来人可是天浩宗龙掌门，在下喜花宗掌门袁化成，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原来是喜花宗元掌门，不知今日所来何事？消息果然没错，这天浩宗龙轩已是筑基修士，如此一来，今日之行需更谨慎些。恭喜龙掌门筑基有成，今日来确实有件要事，还请找个安静地方仔细商量。掌门，既然龙轩不肯结盟，我们又何必说那么多？我看他完全不清楚此次门派论道大会的隐秘。如果龙轩没有筑基，我们随意寒暄几句就走。如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。3元剑派先前派安虚里去天浩宗，本以为能将其灭掉，谁知道被龙轩一举反杀。单凭这一点，以后我们绝不能再招惹天浩宗。那将门派论道大会隐秘告诉他，掌门你是否还有别的深意？哼，如果不说些有价值的东西，难免会让他起疑，总得显出几分结盟的诚意。而且龙轩是筑基修士，说不定还真在圣道战虚，有所获也不一定。掌门英明。罢了，此次门派论道大会我们但求自保，只要养足元气，以后再寻机会崛起。等我们喜花宗崛起，就将紫烟门女修抓回来做炉鼎。嘿嘿嘿！天浩宗斩你一名筑基长老，蒋兄居然忍得住，一点都不像你吧？如果不是先府道阴护着，容不得天浩宗掌门活到今日。那蒋兄如何打算？先看看此子能否过虚界之门，如果过不去就不足为虑。如果他过了虚界之门的考验，进了圣道战虚呢？那圣道战虚便是他的埋骨地。那蒋兄可知道虚界之门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？虚界之门我也知之甚少，只知神识会被送进一个虚幻世界，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，不是你我所能知晓。据说离开此门者会忘掉在里面发生的一切，只有修为达到分神境才能回忆部分。如此看来，门派论道大会能取得什么成绩，全看多少弟子能突破虚界之门了。你我两派结盟多年，蒋兄可不要有什么隐瞒。如果我御兽宗当真没机会获得前3，一定尽心尽力助3元剑派夺魁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早点死了夺得天运石碑这条心，也是为你好。在虚界内死亡或重伤，神识就会返回本体，该名弟子就失去继续考核资格。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糕情况，至少弟子得以保全，但通过虚界之门后，则是神识和肉身一起传送至圣道战虚内，一旦身死就再无活路。因此如果没有十足把握，就别贸然前往，留在虚界内说不定另有一番收获。多谢蒋兄指点，一会我就跟门内弟子交代清楚，在虚界内为蒋兄助力。哼，到时你自然明白该怎么选择。3元剑派也不会白占你便宜，事成之后承诺100年内送3炉筑基丹。筑基丹带好，又怎比得上天运石碑？当真以为我是3岁小儿？